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嘎。这一次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全手工猪肉韭菜水饺的制作。那因为我们家人呢都很喜欢吃水饺，但是呢卖场卖的水饺我们都觉得不是很好吃，我们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包水饺。那在包水饺的时候呢，要准备的这个水饺皮一般来说这个市场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买到，大卖场也没有在卖，所以我这次分享的做法就是从水饺皮开始做起。然后还有内馅的制作，最后怎么把它包起来，然后怎么样去煮水饺。那你自己做出来的水饺要好吃，就是这几个步骤一定要把握住：水饺皮、内馅、包水饺跟怎么煮水饺。这4个步骤都做好的话呢，你做出来的手工水饺一定是很好吃的哦。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这个全手工猪肉水饺如何制作吧。以上这一些就是我们制作内馅所需要使用的材料。我们的主角呢是韭菜，我们准备1把韭菜，还有猪肉300克，使用的是梅花猪肉，带有一些油脂，会比较好吃。湿性材料的部分呢，要准备水2大匙，香油2大匙，还有酱油1大匙，再准备一些姜，还有盐巴1大匙。那用这些材料就可以做出香喷喷又好吃的内馅咯。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如何来制作这个内馅吧。首先呢，我们先来处理韭菜。韭菜切的大小呢，不用切得太碎，让它大约有0.5公分的宽度。切太碎的话呢，吃的时候就吃不到韭菜的口感。那切完之后，那你会发现这个洗过的韭菜是湿湿的，我们要避免它潮湿，所以呢，一定要让它放到稍微干燥一些之后，再来包到馅料中。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新鲜的梅花猪肉切成小块状。那切的时候呢，有些比较硬的结缔组织或是很厚的油，可以先把它去除掉。好，那我们肉也处理好了，接下来就把它打成碎肉吧。我们把机器先准备好哦，我们又是要来借助这台机器来制作了。先把肉块放进去，接下来加入我们准备的盐巴。这个盐巴一定要加哦，它在过程中不只是让它产生咸味，另一方面呢，它可以帮助肉呢的水分可以脱出来。肉的水分脱出来之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肉呢比较黏，粘性比较够。好了，那我们用强力的来打。那肉呢已经初步的碎开了，再来我们要把姜加进去，但不是这一整颗哦，我们要把它磨成泥。那我们磨成泥加进去呢，就不会吃到那个姜的口感，我们只需要取它的香味而已。好，那这些就够了哦。这一量呢，大概是1小块姜的量。那我们就做第2阶段的搅打，也是一样要用强的打哦。好，此时呢就可以加入香油了，还有调味的酱油。好，那这个差不多已经完成。那最后我们水的部分呢，加进去呢，要让它做一个打水的效果。打水的效果呢，是要让它的肉比较黏，这样它就会结块哦，吃的时候不会碎开来。那我们用这个水杯哦，用这个油杯的地方去加水，一边打呢一边加哈。好，完成了。那可以观察这个肉的变化，它的颜色呢，在经过打水之后，会变得比较淡。好，看看，它颜色不像刚开始的那么红，变得比较淡白色的感觉。那打水完成的肉呢，它粘性就会很强，包进去之后呢，就不会碎开来。好，那我们就准备肉馅的部分了。好，我们准备一个大盆子，
把我们打好的肉取出来。好，那你在这个肉呢，经过打水，你这样摸哦，感觉就差异非常的大。它摸起来就是细细滑滑的，然后粘性很强。好，那记得我们的韭菜呢是已经经过干燥了哦。如果你是要做高丽菜的话呢，那你还要经过挤水，因为高丽菜是出水性很强的蔬菜哦。那韭菜呢，出水性比较没那么强哦，所以我们加入韭菜就不需要再特别做挤水的动作。好，那只要记得要先让它干燥一下。好，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搅拌匀就好了。那在拌的时候，我们避免去搓揉，我们只要让它食材混合即可。搓揉的话呢，韭菜可能会产生出水。好，那这时候这馅料你就可以闻到很香的味道了。那我们就给它加个盖子。那盖上盖子之后，我们把它放到冰箱保存。好，那就接着做下一步，也就是水饺的外皮的部分。我们接下来制作这个水饺的外皮。水饺外皮的材料非常简单，我们需要准备中筋面粉300克，还有水165克，还有1茶匙的盐巴。那比较重要就是面粉跟水的比例不要弄错哈。中筋面粉300克。水165克。好，那我们开始来制作。首先呢，我们先把水倒进这个盆子里，然后盐巴可以先加进去了。好，那稍微去搅拌它，要让所有的面粉都可以吸收到水分。好，那面粉都成团之后呢，我们把它倒出来，放到揉面板上面。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揉制咯。我们来揉制的时候呢，要准备个大刮板，帮助呢把周围材料做聚合。揉的时候呢，就折叠过来，然后用虎口往外推出去，用身体的力量来揉面团，比较省力哦。那面团揉了差不多8分钟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完全不粘手。然后表面呢会呈现很光滑的样子。好，最后我们把它聚合成团。那我们不是在做面包，所以不用揉到很强的筋性哦，揉到表面光滑就可以了。好，摸起来很滑，完全不粘手，就是3光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就放了让它静置大约5到10分钟，做一个醒面的动作。那用锅子把它盖住避免水分流失哦。好了，我们醒面的时间够了哦，大约醒面5到10分钟，可以拿起来。醒完面你可以感觉得到它已经摸起来比较松松软软的感觉，没有那么紧绷哦。那醒面的原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好，那我们要做的是第一步呢，是要把它揉成长条形。那把它先切2半。那你现在揉开的这个长条形的粗细就会决定你这个水饺皮的大小。那因为我是不喜欢吃太大颗的，所以呢，我会把它揉细一点，再来切割。好，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指节的宽度。第二部分也是要揉开。好，可以了第二条也完成了。好，那这样我们就要把它切成小段切一点点就好了差不多跟宽度一样这样子会变成这个形状我们就给它来回切。好，那切完这个上面要撒一些粉防止它粘黏。另外一条也要继续来切。来准备好这个小小一颗的呢，再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压扁那压扁之前呢，先把它稍微整圆。有点圆圆的，
然后压下去。好，那这就是我们的剂子啊，就是做水饺皮之前的小圆片。每一颗都做这样的处理。那因为这个面团呢是湿度比较高的，所以你要多撒一些手粉，还有台面操作的粉，不然呢一下子就会粘在一起了。要提醒一下，在做的时候，台面上你的粉一定要够多哈，一定要避免它皮之间的粘黏。有些比较小片哦，包迷你小水饺也可以。那这是自己手工做的，当然不可能说每片都一样大，一定是有大有小哦。好了，那我们准备好圆片了，再来就是要把它擀成水饺皮咯。好，我们借助擀面棍来擀。那擀的时候呢，要擀成外薄内厚。好，那我们擀的时候呢，左手呢扶着这个皮，右手呢去推。那这时候呢，就是你去控制你的皮的厚薄度的时候了哈。你想要吃皮很薄的，或是有些厚度的，吃得到面皮的，就这时候做决定。好，那这样擀出来就可以擀出很漂亮的中间厚、边边薄的水饺皮了。好，那你做顺手之后呢，就可以越来越快了哈。那擀好水饺皮之间哦，也是要确实有沾上面粉，因为这个水分很高的面皮的话，它有可能一没有粉就会沾黏。好，那我们把剩下的皮做完哦。这一片也太小片了吧！哦，超小片，小水饺。好了，皮全部擀完了，接着要来包内馅喽。那在包内馅之前哦，要先准备个大的铁盘哦。这个铁盘等一下要放包好的水饺，然后这上面一定要撒上粉哦，一定要撒上这个面粉，不然你水饺包好，你放上去它可能会粘在上面，那你拿起来的时候它皮就会破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撒一些粉，防止它粘黏。好，那包的时候呢，这个料哈，差不多就放在中间这个地方哈，不要包得太满，因为我们怕这个饺子皮破掉，破掉的话，那馅都会流出来。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量哈，占这些比例。那包法很多种了哈，那第一种呢，你可以先把它这样对折，对折之后，旁边这边把它靠过来。这里也把它靠过来，好，然后双手一压，好，就成型了。好，那这个形状的话，就是会比较好放哦，放着不会倒，像元宝一样。好，那第二种包法呢，你就是把它也是一样，中间先对折，对折之后就给它压下去了。
哦，两边压下去。这样子包出来的形状呢，会像这样子，好，这样子一个算新月形了哦，新月形。那这个包法是比较快，好，那第三种包法呢，是从边边捏过去，哦，从边边做折痕捏过去。哦，这样子捏。可以顺势给它打折。好，这个包法比较慢，但是就是可以做出这个水饺的折痕，哦，感觉比较有一个造型哦。好，那我们把剩下的都把它包完吧。好，最后一颗。你在折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往中间折，也是会有一个形状哦。反正水饺包法很多种啊，哦，看你怎么折都好。哦，重点是呢，馅料绝对不可以让它露出来，所以要捏紧。好了，我们的水饺全部包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下水来煮水饺，马上来吃水饺啦！晚餐就吃水饺吧。那我们在煮这个水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是生的水饺，所以呢，在煮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里面要煮熟，所以煮的时间呢会比熟水饺还要长。那但是呢，也会因此呢造成这个水饺皮都已经煮到有点烂掉了，好，里面的馅才熟。因此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有几个重点，我们首先呢把水饺放到热水中去煮。那当这个水开始滚的时候，这是第一次滚，我们就给它加冷水下去。那加冷水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水饺皮不要烂掉。那这样的过程我们又叫做点水啊。那整个点水的这个过程呢，大约要经过3次，也就是呢，你水要滚3次，然后加3次冷水。那最后煮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咯。水饺的香味非常香哦。好了，我们的水饺煮好了。好，你可以看这个外皮哦，都没有烂掉，但是呢，里面都熟了。那这个煮出来的水饺就是成功又好吃的水饺啦。好啦，水饺煮好咯。我最喜欢吃水饺了。哇，好香哦，我快饿扁了。对，赶快来吃吧。我也好饿哦。哇，吃水饺啦！另外一个地方。对啊，韭菜猪肉。
韭菜肉跟皮混合的味道，有老街的味道。哎，你包的很漂亮啊，嗯，没有破哎，对啊，没破。爸爸终于知道水饺怎么包了。每一颗都好饱满哦。所以水饺皮也是你做的啊？对啊，哇，那你进步很多哎。嗯，所以你连水饺皮你也拿捏到诀窍啊。对，关键就是那个面粉跟水的比例。所以弟弟这一波又没跟到。明天再包给他吃。我们家弟弟最爱吃水饺了。他最爱吃水饺皮。你也最爱吃皮啊？你也是最爱吃皮啊？内心戏。那个，你觉得皮吃起来像什么？糖果，Q 弹的糖果。Q 弹的糖果。哎，所以你刚刚是特别把里面的肉吃掉再吃皮这样子啊？就不小心增加皮。所以你把最不爱吃的肉先吃掉，再吃皮。啊，今天是佛诞节，所以是你农历生日呢。哦，所以爸爸请你吃金元宝哦。对啊。所以你是金元宝。你是多宝宝啊，所以就多多吃金元宝，是吗？